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工作室跟我聊，有一款新品叫做 Spike， 要不要拍一拍？当时想了想啊，我所认识的唯一叫做 Spike 的形象或者说角色就是《猫和老鼠》里那个大狗。后来查了一下，感觉这个形象上还是比较对我胃口的啊，跟大家简单聊一聊。个子是小乔二大，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毛台奇。今天我们就带来这个造型很极端的可动人偶 Spike。虽说还是样品啊，但是我感觉它这个形象应该已经很接近于最终的一个效果了。整个风格上或者说设计上其实是很复杂，基础的就是这种黑暗朋克宗教的氛围，能看到有些类似于骑士盔甲呀，包括这种倒悬十字啊、大不敬的这种元素在，结合着呢就是工业机能风，尤其是很突出这种尖刺钉子的造型，我觉得也是 Spike 这个名字的一个来源。当然了，这种风格其实不是空穴来风啊，很久以前，可能追溯到我自己在中学时期比较喜欢那种摇滚音乐嘛，那时候视觉系还是比较流行的，一些黑金属啊、工业金属啊，里面其实就能看到相似的一些设计。那个时候其实这种风格古古怪怪风格会更多一些，包括那个战壕十字军那个世界观下，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，也会诞生许许多多类似的古怪的东西。这个风格反正对我自己而言啊，我是比较吃这一套的。也能看到这个其实分为两种不同的配色，除了颜色以外呢，一些小的细节略有不同。我个人的话啊，相比原色，其实纯红色这一套更对我的胃口。本体上的很多线条细节会更加突出。两款共通之处呢，就是浑身上下非常突出的各种尖刺，手臂呀、腿部啊，包括头顶的类似于触须、触角一样的东西，是很软的这种软胶啊。优点的话就是不扎手不易断，缺点的话也很明显啊，容易歪，起码在运输和包装的时候就需要注意一下了啊，就不要碰到这些软胶的材质。除这些尖刺以外呢，本体也用了很多偏软一点的材质，掰起来这个段落感目前体验上并不是很清楚清晰，也就是手感上没有什么手感，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测评件的一个缘故啊，大货的时候希望再好好调整一下。原型设计的话，我在搜的时候就比较眼熟啊，霍岩部的甘田所设计的原型。很巧的是，不久之前有聊过他所设计的那个白旗橘子，那个阿巴罗，这个人偶和之前那个设计师也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。当然，把一个属于 GK 的设定转变为一个可动人偶，一定要面临的就是结构上的拆分。这款的话尤为明显，就是腰腹部分缝隙会比较明显，加之它两侧会有一个凸出来的结构，就显得皮带上的这个缝隙更加准。尤其你让这个下端结构转起来的话啊，就不完全是一个缝隙了，基本就是分开的一个结构了。实际上我所接触到的比较主流一点的设计的话，会把它腰带以及上下裙甲裙摆这个部分作为一个单独的分界，中心的腰部嵌套进其中，外边这个裙摆可以转起来，可能会更好的避免这个问题。当然在结构上我自己是个外行，这里只是说自己的一点想法。然后整体的可动部分啊，因为还是一个样板嘛，咱们就简单看啊，一些手感呢，就松紧度上来讲，我觉得不做最终的参考。上身有一部分连接目前是偏松的，这个在正式出货前吧，我觉得应该再去做一点调整。头部的话，受限于类似于兜帽这样一个结构吧，它这个整体幅度都是比较有限的。两臂这个上抬，肩膀部分，同样受限于这个肩部造型啊，平举不是太高。肩部的话，倒是有一个前后拉伸的结构，大臂平转以及曲肘。腰部的话，刚刚说到了啊，它其实上下分了两段，不过整体这个幅度都不算大啊，尤其下端你在移动的时候，这部分穿帮会比较明显。裙摆以下腿部的话，实际要比我想的更
好一些。裙甲部分吧，用了这种很软的胶件，所以说你在上台和侧踢的时候，这里都不会有一点干涉啊，这里处理的还是不错的。膝盖部分屈膝。脚踝部分接力处理的还蛮好的啊，这里有一个像齿轮关节啊，上下抬的时候这个稳定性还可以，左右幅度也比较大啊，这个脚踝处理的蛮好的。然后就是配件部分了，手型给的还是很丰富的，左右的手型是不一样的啊，右侧手背上会有这个尖刺，替换的时候要注意啊，因为还是它这个手臂啊尖刺很多嘛。虽然说不扎手啊，但不建议你直接去按，因为压到的话它会产生变形啊，尽量着揪着这个肘部关节吧，啊，这样去替换它这个手部。然后就是各式小配件啊，骷髅的蜡烛烛台，还有呢心脏、骨锥、钩索、手斧以及这个小匕首。大一点的武器呢，有这个长柄的镰刀。大剑，这大剑分为2个不同的造型啊，一个是比较神圣一点，带有着十字的结构，还有这个比较邪恶一些的啊，上面会有横叉出来的这个刺。这把还会搭配一个断剑，下端有一个像底座一样的啊，实际是一个被切割开的很斜点的一个人形啊，把这个剑直接插到它的这个。这我已经形容不出来这个什么位置了啊！连接好之后，这个挺恐怖的，很邪恶的那种啊。当然我自己还可以啊，我还比较吃这套的，会让我想到老头环里边那个永罚大剑啊。它搭配的还会有几个这种鲜血的特效键，当然这个特效键就略抽象了啊，一坨像是其实有点像那个蜡油滴下来的，不是很像血。最后呢，就是地台。紫黑色吧，这样呈现的一个造型，不规则的图案，不知道这个原本设定的距离是什么样。大货的时候不知道上面会不会给一个支架什么的，以便做一些腾空的造型展示。整个体验上来讲，我觉得还挺可惜的，因为这个造型很独特吧，原本形象是很优秀的一个设计。黑暗风格啊，哥特元素啊，宗教色彩啊，工业机能风啊，包括像废土朋克的一些东西，全融合到一起，还达到一个互不冲突、互不干扰。我觉得这个是它最大、最突出的一个优点和优势。我自己自身是喜欢这种感觉的。我不太了解它的背景故事啊，但可能他想突出的或者想要表达的，类似于殉道者啊，或者说传教士的一种东西，异次元生物或者恶魔。那一挂的一个东西啊，与这个人血应该是密切相关的啊，脱不开的。想法上是很猎奇、很颠的这种相似大小的玩具上，类似的形象也是比较少见。体验上来讲吧，它在保留这个原有造型和做可动设计的这个兼顾上，其实我觉得有点犹犹豫豫的啊，就两头堵了，像是最终形象上、一体性上来讲，穿帮其实还是多了一点，但是可动上呢也没有因此得到一个大幅度的释放。主要目前展示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偏静态一点的，做一个这种站姿啊、握持武器的动作是最优解。然后呢，这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